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3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3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00.10，收盘价是201.16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04.48，最低价是在197.53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287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 倍量缩。KD 值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略有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5月3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因为前一日的这根 K 线啊，它抱有大的成交量。如果后续的收盘价站上这根带有大的成交量的 K 线的最高，那说明这个换手成功。那并且我们会看到，在5月30日出现的是成交量缩，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，换手成功又出现量缩，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也就是5月31日，很可能会出现补量的上涨。好，这是我们从这个方面的解读。但是，如果在5月31日出现补量的上涨，它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呢，在盘中是有多头的力量介入的。那否则，在5月30日出现的这个量缩呀，很可能会造成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是低开低走的话，股价很可能会出现回档。所以次日的开盘将非常重要。如果是高开盘，股价是容易走高的；如果是低开盘，那股价很容易会出现回档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3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上涨，收盘价会在195。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很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，收盘价会在183。实际在5月30日收盘价是在201.16，出现了大幅的上涨。当日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收盘价又突破了200关口，当然也站上了我们之前定义的第一个目标，也就是198这个位置。那这样一来啊，说明股价后续会继续上行。那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，我们调整一下辅助线，我们先删除198这个之前定的目标，因为我们已经突破了这个目标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删除这条趋势线，是我们作为观察的趋势线。好。
那对于5月31日股价如果上行的目标，很明显我们会看到就是3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207.79，我们取整数208，那这将是股价在5月31日和接下来交易日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我们变换一下颜色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目标。那当然，在到达这第一个目标之前呢，我们说前一日 K 线的最高204附近呢，将是一个压力。好，如果能够站上208，首先说站上208啊，就是要收复自3月31日以来的下跌。然后呢，如果能够站上208，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217。那站上217呢，我们会看到会出现头高，这个头高是相对于自1月6日以来的上涨，所以站上208之后，第二个目标就是217。那站上217呢，将继续维持自1月6日以来的上涨。那也就是说，站上217还完成了回后上涨。对，好，所以这是股价上行的2个目标。那再向上的目标呢？我们等股价站上217之后，我们再来讨论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。那股价下行的目标，我们说依然是178，是5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跌破178，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，这是前低。5月24日的这根 K 线最低178，好，178如果被跌破，瓦解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当然就是下方的164和152。最终，股价只要出现反转向下，它的目标一定是152，也就是恢复自2月16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好，当然，股价在出现反转向下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说在到达178之前，各条均线值将会成为支撑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。对于5月31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观察位。那之前的观察线，我们是这条水平线188，是作为5月30日的观察线，是5日均线值。那么我们把它调整到202附近。好，202，我们为什么要观察这个点？我们向回看这个 K 线，它是4月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202.69，我们也就是取个整数202.70。那为什么我们把它设成是一个观察位呢？那自4月3日以来，我们会看到是有连续3个交易日的实体长红 K 线，或者说是中长红 K 线。那么这样的一个连3红，它是一个下跌的动能。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的收盘价依然是没有站上这个连3红的最高，也就是这个下跌的动能还没有被瓦解。我们会看到在5月30日盘中，股价是一度站上了202.7，但是在收盘价或者是盘中出现了回档，然后收盘价被拉回到高位，但是还没有站上这个连3红下跌动能的这样一个 K 线组合。所以说，在5月
31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股价是否能够在202.70上方运行，或者最终收盘价是否能够站上这个点。如果能够站上这个点呢，将会瓦解这样一个下跌的动能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突破207的，上方的208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解释202作为日内观察线的原因。好，那当然我们说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是比较关键的。然后我们再补充说明下方的这条绿色的水平线是5月2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84.53这个位置。那这个是我们在前一期视频给出的本周的观察线，也就是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是否会跌破它。所以呢，作为本周的观察线，我们依然保留。因为出现这样连续的上涨呢，如果我们刚刚讲了，在5月31日没有出现补量的上涨呢，很可能股价会出现回档。那既然出现回档呢，在本周我们就要关注它是否在184.53这个位置得到支撑。只要这个位置能够支撑住股价，那么我们说股价回档后依然会继续向上。好，这是我们对2个观察位的描述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在5月26日的收盘价是193.17附近，我们给出了进场做多的操作建议，也就是5%进场做多，目标是200关口。那么止损位在5月30日是守184这个位置。这是我们之前给出的做多的操作建议。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视讯节目的时候它是在盘后，也就是说在收盘的这个位置已经没有可能再进场了。那么很可能在5月30日的盘前可能会考虑进场。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在之前视频当中给出的进场建议呢，可能没有操作性，因为在5月30日开盘之前，股价已经是一个跳空的这么样一个开盘价，所以呢，如果进场应该是在200关口附近，有5%进场做多，对。那么守止损是184，在5月30日盘中，那它出现的是上涨，并没有被止损出场，所以这个仓位它实际的可操作的成本是在200附近。那如果是5%进场呢？目前股价目前这个仓位仍然是一个没有获利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之前的做多的操作建议的一个补充说明。然后到了5月30日收盘价，也就是201.16附近，那在这个收盘价是可以5%加仓的。那在这个地方5%加仓我们通常说之前如果有5%建仓，那之后应该是10%，以10%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去加仓的。但是在5月30日，我们要保守一些5%加仓，原因是当日出现的是一个量缩，出现量缩，价涨量缩，很可能股价会出现回档。但是呢，
我们说目前这个我们刚从 K 线信息分析说，在接下来一交易日，如果有多头的力量介入啊，很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。如果出现补量上涨呢，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涨幅。所以在5月30日收盘这个位置呢，我们保守一些，只给建议是5%进场。那在201.16附近，目标是214。好，那止损呢？我们是守5日均线值，5日均线值在5月31日，它是在191到195之间，所以我们守5日均线值的下限191。好，我们再重复描述一遍。那如果在5月26日收盘有进场，或者是5月30日盘前在200附近有进场，然后在5月30日的收盘还有加仓，那一共现在是10%的仓位，那成本价目前应该是在200附近，那它的目标对于获利的目标，在5月3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获利的目标应该是214，然后止损位守5日均线值在191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对于空头，在5月31日，如果出现了低开盘或者大幅的低开盘，我们认为在190前低，也就是5月30日这根 K 线最低在197.53，或者我们说在198附近，会有空头进场，也就是只要是低开盘就会有空头进场。那在这个区域的空头，他们进场的目标是，当然是要跌破5日均线值，但是呢，他们的总的目标应该是184，也就是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或者说是178。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，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5月3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05附近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空头。那如果在5月31日是一个高开盘或者大幅的高开盘呢？那么我们认为空头应该不会进场，因为如果是大幅的高开盘，然后是高开高走，那很有可能会拉爆空头，空头应该不会进场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于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3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202.5到前高204.5，在这个区域，这是第一个压力。第二个压力是208，第三个压力就是217。然后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前低197.5，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91到195之间，在这个区域，这是第二个支撑。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86到188之间。第四个支撑就是184，我们说的这条观察线。
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5月3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。那我们也不排除它会出现一个跳空的高开盘。如果是这样呢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2.5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16。然后收盘会收在214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大幅的高开盘，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01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这样的大幅的上涨。好，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出现目前这样的一个走势啊，如果没有多头的力量进入，出现补量上涨，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。如果出现回档，它将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00，也就是200关口依然是压力，如果是低开盘，然后下方最低会到达191，会回踩到5日均线值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93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，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大幅的低开盘，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1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3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